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Anson Dan The Traveler 做手过客，我又回来啦。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的 topic 是我自己做的所谓的 trading blueprint， 就是我讲的自己对 trading 的认知所建立的一个 framework。这个图我已经画出来了，在这边。OK， 今天我们就用这个图来做一个简单的解释啊。就这个是我对 trading 的认知里面，你要 in order 你要做一个好的 trader， 你要怎样去构思，要去怎样去编排你的那个学习的进程，你要去怎样去从哪里 start， 从哪里开始，然后这个技术或者这个 skill 掌握好了过后，我下一个要 master 的 skill 或者是一些方式是什么，就这样子去凑足每一个板块所需要你掌握的一些知识也好，或者技巧也好，去帮助到你在日常里面你的 trading 的一个 improvement 的一个进步。这个图是这样子的。你会看到这里有一个三角形，就是那个好像一个 pyramid。你会看到这底部有两样东西。第一个就是一定你要开始 trading， 你一定会有各种的方式，你一定会有各种看图看趋势、看 trend 跟怎样去进场、怎样去离场的一些标准跟标的，你一定会学习各种各样的这种方法。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trading 的第一个阶段，就是 method skills。你一定会经历这个阶段，你一定会去寻找一些方法的是很有用，在长期来讲，它的收益比是真的，是 positive 的。这是第一个阶段，你一定会去找一些 indicator 或者是看 trend 的一些方式。我这边下面写 5 star strategy， 就是我个人在用这个方法，我帮它命名成5 star strategy， 因为我每次 even 我 trade 我都会把它归类成这5个要素，只要这5个要素有fulfill其中3样，我就会认为 OK， 现在这个情况此时此刻是一个很漂亮的进场点，我会在选择这个时候去进场买它做空，或者去买它做多，这样子。这是第一个板块。第一个板块跟它平行的就是我讲的 capital management， 就是我们讲我的 management 1.0、2.0 也是我帮它取的名字，就是我现在在用这个 system， 我教我的一些学生的一些方法，怎样去 manage 你的 capital。为什么我会把它放在平行？是因为这两个东西是相辅相成的，它是你在一开始 trading 就必须要去学习、要去掌握的一个技巧跟知识来的。前面我讲 method and skill， 你要懂方法，可是如果你有了方法，未必就讲你就是100%，你可以每次去塞浪、去梭哈、去 show handshake all in， 是不可以这样子的。你一定会要学会 capital management， 就是你要知道在哪一种情况你应该 risk 多少你的 capital， 去 risk 多少你的子弹去进你这个 trade， 这样子。简单来讲是这样。当你有这两个技术的知识的时候，你就会开始真正进入 trade 了吗？因为你已经学习你已经开始装备好自己，要开始去 trade 了。当你一开始去 trade 的时候，你会遇到什么问题？你一定要先掌握跟我们讲 overcome 去克服的是你的 emotion 跟你的 mindset。为什么 mindset 跟 emotion 有些人会觉得很相似？可是其实我会把它分开是有原因的。因为当你有 mindset 了，你才会有正确的思维模式去想我要怎样去做 trading。我去做 trading， 我是要去一夜暴富呢，还是我是要用复利的效应去做这个 trade？ 然后我的期望 expectation 是到哪里？我是一个月可以赚 50%， 还是 30%， 还是1倍的那个收益率 ？OK， 这是 mindset 上面，你会知道你的期望到哪里，然后你会知道怎样的方式，怎样去调整你的一个思考方式去面对这个 trade。好像我打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 trade， 我们不是在讲我们要做到很 predictive， 我们要做到预测性很准，不需要。因为我在我的 group 我也讲过，你要做一个 good 的 trader 或者一个好的 trader， 你不需要百发百中，你需要做的是去 maintain 你的 risk， 去安排你的策略。因为我时常讲，技术是永无止境的，策略才是王道。这些一系列的思考模式、思维方式，全部都是在 mindset 这里。你一定要有对的 mindset， 你才会去用对的态度去面对 trading 这个事情，才会在 trading 上面来讲长久以来收益良好。OK， mindset 的另外一个面就是 emotion。为什么？当你一进到市场，虽然你有对的 mindset， 可是在你当下 trade 的时候，你会面对到不同的情况，你会开始有压力，因为你在用着你的真金白银去面对这个市场，你一定会感受到来自于市场的压力，这就是 emotion control。如果你的 emotion control 不好，你开始去追市场，你不去等市场给你机会的时候，我在上一支影片有讲过，你要 wait for the market to come to you。
这个就是我讲的 emotion handling。如果你不足够的耐心，你一直觉得我觉得它已经是下了的，或者我觉得它上了，我靠我的感觉去 trade 的话，你会时常被你的 emotion 所捆绑。你会发现到这么我一直进了 trade 又没有把握，会很压力，然后一直 cut loss， 因为做 trader 最禁忌的就是你一直 cut loss， 你的子弹越来越少，这是我们 trader 最不可以犯的一个大忌来的。我们要去尽可能的去 preserve 我们的 capital， 去保留我们的那个资本，继续在这个 trading 的事情上继续向前走。 OK， 所以有一个良好的 mindset， 正向的 mindset， 对的 mindset 跟搭配了对的 emotion control， 你基本上你就算是一个比较稳定的 trader， 还不是讲是 profit 最好的 trader， 因为你只是刚刚 handle 好你的思维跟你的 emotion 上面，所以你会是一个比较稳定的 trader， 你会看到你输不会再像以前输那么多了，你会一直很 consistent 的 profit， 可是赚很少。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会去晋升到第二个层次，就是 belief system。belief system 直接翻译成中文的话，就是你的信仰体系。什么叫信仰体系？就是不是在讲宗教，就是讲你会有自己的一套方式去认为这样子 trade 是最好的，它是长期来讲最赚钱的。可能对你来讲可能是 RSI， 对有些人来讲可能是support resistance， 种种诸如此类。可是最重点，这个 belief system 不能套用在每一个人身上。为什么我这样讲？因为每一个人的性格不同。今天你要以 A 的方式 trade， 因为你适合，因为你是 A 的那个性格，这样 A 的方式对你来讲可能你 trade 到很好，赚很多钱，可是套用在 B 的身上可能他不赚钱，因为不适合他。所以每一个人会有自己 trade 了一段时间，他自己会有自己的一个心得，然后他会自己去制定自己的一个 trading journal， 去记录什么方式对他来讲是最有效的赚钱方式。So 有了 belief system， 自然你就要去测试它，一直去测试去改进，有测试到对我们就一直用，当它测试到不对我就改，一直改良它，改良到它形成你自己专属的一个 trading system， 就是我讲的 belief system。 这是第二个档次。这样有第二个档次，你已经有自己的一套 trading 体系跟系统了之后，你就会再晋升到第三个层面，就是你会开始去思考你的赢的概率跟你的风险的管控。为什么？因为你有自己的 belief system， 你有自己的一套信仰跟 trading 体系啊，过后你会知道10次里面你可能会输一个3次。这样从这个数据上来讲，根据你过去的一个 trading 经验来讲，你就知道我这样子的情况我有多少概率会赢。当有概率的摄入的时候，你就会开始用概率去思考整件事情。所以概率大的时候你会选择什么？可能我position 我会把加码多一点点，可是在合理的范围内。因为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会把 probability 跟 risk management 放在同一个层次，因为这两个东西也是一样相辅相成的。你会用概率去思考事情，自然而然你就会用 risk management 去给一个 solution 去面对这 probability， 确保你是在 maximize 你的 return。 因为我们前面讲嘛，下面的层次的时候你是很稳定，可是不会到暴赚。可是当你提升到这个档次的时候，第三个档次就是你会有概率的思维，你会风险管控，自然而然你就会去找一些暴赚的机会点。 OK， 你会这样子来思考方式的时候，你会以暴赚来做出发点的时候，自然而然你就会有暴赚的可能。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有些学生他可以做到1个礼拜翻1倍，或者是1个月翻2-3倍这样子。这些都是因为他们已经到了这个档次，他们知道要在怎样的机会去掌握，去让他们参与到暴赚的这些机会。OK， 这是第三个档次。 After 这个档次过后，我们再晋升到另外一个档次，就是第4个档次，我讲 philosophy 就是哲学。为什么哲学会在 trading 上面会有用呢？我讲的 philosophy 是哪一方面的 philosophy？ 我会开始有这个想法，把 philosophy 放在这个 trading 的末端，我会放在整个 trading 蓝图的末端，就是 philosophy 放在最高。因为其实我是George Soros 的一个粉丝，就是我会时常去研究跟去听他讲的东西。所以他讲到 philosophy 的时候，因为他时常 claim 他自己不是什么投机者或者 speculator 之类，他就讲他是一个 philosopher。 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 philosophy 让他可以在他一生当中赚了那么多钱。为什么要用哲学思想去思考 trading 呢？你会发现到哲学思想它不会给你一个准确的答案，它会给你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又好像 A 又好像 B。 可是就是因为 trading 本身就是一个不是 A 不是 B 的东西，它可以是一个混合状态。我们讲它没有对跟错，它也没有讲好还是不好。很多时候在 trading 里面，它就是这种
不确定的状态在 trading 里面。所以如果当你会开始用这种哲学的思想去想问题的时候 ，let's say 我讲一个实际例子，就是 George Soros 他有讲一个叫做我忘记了他真正的名字叫什么，可是他有讲两种状态，一种我记得它叫什么正回馈还是反回馈，这两种。这个东西是在讲什么？今天在金融市场里面，今天是人去买那个股票让股票上涨，还是因为股票上涨让人去买？从这两个角度去出发去思考的话，你就会发现到是两种不同的思考方式，一种是 A 去影响 B， 一种是 B 影响回 A。OK， 可是在现实生活中的时候，是不是讲只有单面性的？是不是讲只有 A 可能会影响 B， 还是 B 只会影响 A？ 这个是不对的吗？在现实生活中，很多时候就是 A 会影响 B， 到头来 B 也会回来影响 A， 以此类推。这样子的一个思维模式去想的时候，你就会有更大的优势去用这种思考方式去帮助在你 trade 的时候，因为你知道在这个点，我知道它可能会暴涨或者暴跌。这样从这思维模式的时候，你不会再单单靠以前我们用的方式，只用一些 method skill 啊，还是用一些死的方法去trade， 你会开始用活的方式去看待整个市场。从这个思维模式当中，你可以看到人家看不到的机会，从而去让你得到一些暴赚的一个机会点，这样子。So after 你有这些种种的 system 的时候，你会开始的时候，你会开始晋升到我讲的这个 self planning customization。OK， 就是你的 ratio game calculation 啊。你会开始对 trading 有不同的见解跟心得，你不会再一直套用同一个formula 我们讲或者公式或者 indicator 来去 trade， 因为你会开始去用观察来去 plan 你应该要在这个情况、这个时间点、这个时机去做怎样的对应措施，就是我讲的一直讲的策略才是王道。你不再是用技术去面对这个市场，你是在用你的思维模式跟你的策略去赢取这个市场的一切。OK， 当你有了这些所有元素组合起来，你开始就会 start planning customization of your trading system planning。OK， 这样你有了这些东西组合完成了过后，自然而然你就不会去追市场，你会变成一个市场观察者。这样你不是追市场的人，你自然就会我讲的这些 lifestyle 跟钱，因为你已经不会好像是那种怕赚不到 profit miss 掉的那些，会好像那些其他的 fear of missing out 的人 FOMO 的人。然后因为你会去观察去找暴赚的点，因为你不用每天都去进场去赚钱，你可能就一个月就 hit 它那一两次，赚它够一轮，然后我就休息，等到下一场更好的进场点，这样子，所以你自然就会有 lifestyle， 又加上你暴赚，自然你就会有 lifestyle 跟钱，这就是我讲的。然后为什么我会上面写一个 express yourself honestly 呢？就是因为你在 base on 你所有你的认知跟你的习惯跟你的性格种种的考虑因素加在一起，变成你自己的一套 trading 方式。你没有在跟任何一套方法跟任何一套公式去做你的 trading， 你完全就是用你自己所舒服的状态去面对这个市场。OK，so 如果我这个 video 有帮助到你的话 ，make sure 你要 subscribe， 然后 like， 然后最重要的是 share 给你的朋友，有在 trading 的朋友 share 给他知道，你应该要怎样去从零慢慢的去累积所有你必须要有的一些元素，来在 trading 的世界里面做到更好。So 这里是 Anson Tan The Traveler 做手过客，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啦，拜拜。